太平洋表面看起来依旧辽阔而平静，但在这片蓝色海洋之下，一股巨大的热脉冲正在累积、移动，并且逐渐逼近海面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海水升温，信风正在减弱，热带降雨带开始向东移动，海洋把热量送进天空，天空又反过来改变海洋，一个能够自我增强的气候循环已经启动。NOAA 目前估计2026年的圣婴现象有 81% 的几率在10月至12月进入非常降等级。如果预测成真，它将跻身1950年有完整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几次圣婴事件。但真正危险的部分也许还没有完全浮上海面，因为在太平洋下方仍然埋藏着一座巨大的海洋热库。一旦这些热量持续上升，不只是赤道附近的海水会变暖，几千甚至上万公里外的暴雨、干旱、飓风路径与粮食生产都可能被迫重新排列。问题不再只是圣婴会不会增强，而是这股力量究竟会走到多远。一、卫星看不到的热浪。2026年圣婴最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卫星在海面看到的红色高温区，更关键的是海面以下正在移动的热量。短短数月之内，赤道中东太平洋快速升温。根据 NOAA 7月公布的资料，广阔的中东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已普遍高于平均值1摄氏度以上。最受关注的 Nino 3.4 区，美洲温度巨平约为正 1.2 摄氏度，更靠近南美洲的 Nino 1+2 区，一度高达正 2.7 摄氏度。这已经足以确认，海洋正在进入一场明显而且持续增强的圣婴事件。可是，海面温度只展示了故事的第一页。在赤道太平洋海面下方，从数十公尺到数百公尺深的水层中，科学家观测到大范围高于平均值的温暖海水。这些热水不像海面热浪那样可以直接被卫星拍摄，它们藏在海洋内部，像一座尚未完全打开的地下锅炉。只要这座热库继续向东移动，向上抬升，就能在未来几个月不断补充海面的异常高温。推动这批热水东移的力量叫做下沉型赤道克尔文波，它不是我们在海滩上看到的普通波浪，也不是一堵朝美洲方向移动的巨大水墙，它更像一股在赤道下方前进的无形脉冲。当这股波向东传播时，会把海水中冷暖交界的温跃层压得更深，原本容易从海底涌升到表面的冷水因此受到抑制，上方的暖水则变得更厚、更深，也更难迅速消散。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藏在海底的暖水池。克尔文波从下方抬高了这座暖水池的底部，把大量热能一步一步推向海面。这正是目前情况值得关注的原因。太平洋面对的并不是一小片过几天就会冷却的暖水，它的下方还有一批热量，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继续为圣婴补充燃料。但是，仅有温暖海水仍不足以创造一次强大的圣婴。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大气不再抵抗海洋，反而开始与它合作的时候。而根据目前的观测，这种海洋与大气的耦合已经出现。二、海洋与天空开始互相喂养。在正常情况下，赤道太平洋的信风由东向西吹，这些风把温暖表层海水推向印尼与西太平洋，并促使南美洲外海较冷、富含营养的深层海水向上涌升。但在圣婴发展期间，信风会逐渐减弱，某些区域甚至出现异常的西风。当向西推水的力量变弱，
原本堆积在西太平洋的暖水便开始向东太平洋扩散。海水变暖之后，热带积雨云与强烈对流也会跟着向东移动。降雨位置一改变，赤道附近的气压分布和风向也会改变，而新的风向又会进一步把更多暖水推向东方，这就形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回馈循环。海水遇暖，降雨与风场愈容易向东转移，风场愈向东转移，更多暖水就愈容易扩散，更多暖水抵达中东太平洋，又会让对流继续增强。海洋喂养大气，大气再回头喂养海洋，每一次循环都可能让整个系统更难停下来。当这个回馈累积到足够强度，太平洋就不再只是一片发生局部异常的海洋，它开始波动整个地球大气环流的齿轮。埋在海面下的一股暖水，就这样变成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天气连锁反应。3. 风暴的道路被重新改写。圣婴的影响不会像一场巨型风暴那样从太平洋一路横扫到世界各地，它采用的是一种更隐蔽也更深远的方式。它改变风暴原本要走的路。当最强烈的热带雷暴向东移动，空气上升的位置也会跟着移动。一个地方的空气大量上升，就意味着另一个地方可能出现下沉，而空气的上升与下沉会改变大范围气压配置，并沿着大气波动把影响传向远方。在数千公尺高空，原本熟悉的喷射气流可能开始弯曲偏移，风暴路径也会跟着改道。有些地区因此更容易得到降雨，另一些地区雨云却像被一道看不见的墙推开。这就是喂食魔。同一场圣婴可以同时制造两个完全相反的世界。澳洲、印尼与部分东南亚地区往往面临更高的干旱与高温风险，农田缺水，水库水位下降，森林与草原也可能变得更容易燃烧。但在太平洋另一侧，南美洲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南部，出现异常降雨的几率可能上升。一边的人等待一场迟迟不来的雨，另一边的人却在担心河水越过堤岸，道路遭到冲毁，刚播种的农田被洪水淹没。而且圣婴还可能重新调整热带气旋活动。在典型圣婴年，热带大西洋上空的垂直风切往往增强，这就像用不同方向的风不断拉扯一个正在形成的飓风，使它更难建立整齐而强大的环流。与此同时，较温暖的东太平洋可能为热带气旋提供更有利的发展环境，但必须特别提醒，大西洋风暴数量可能下降，绝不等于沿岸居民就能放心。飓风季的灾害不是由全年总共有多少场风暴决定，只要其中一场强烈风暴命中人口稠密的海岸，它仍然可能成为整个季节最致命、最昂贵的灾难。4. 圣婴不是遥控器，而是一只压在天平上的手。每当圣婴增强，人们很容易把随后发生的每一场洪水、热浪和干旱都归咎于它，但真实的气候系统没有这么简单。圣婴不会直接制造每一次极端天气，它更像一只压在天平上的手。它不保证某个结果一定发生，却会让某些结果变得更容易，让另一些结果变得更困难。即使在一次非常降的圣婴期间，仍然可能有一些地区没有出现典型影响。当地海温、地形、土壤湿度、其他海洋气候震荡以及短期大气变化都可能改写最后结果。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甚至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天气。所以
81%的非常强圣婴几率，并不是81%的洪水几率或干旱几率。它描述的是太平洋海温与大气耦合可能达到的强度，而不是某座城市在某一天会遭遇什么天气。但风险依然不能忽视，因为当世界几个主要农业区同时变得过乾或过湿，问题很快就会越过国界。长期缺雨可能减少小麦、玉米、稻米、咖啡或棕榈油的产量，过量降雨则可能延误播种与收割，冲毁道路、铁路与港口，让本来已经成熟的作物无法运出。一个国家的农作物欠收，可能先反映在期货价格，接着影响饲料、肉类、加工食品和运输成本。最后，即使住在几千公里外，从未直接经历那场干旱或洪水的人，也可能在超市的价格标签上感受到它。气候冲击会沿着全球供应链传递，而这场重新洗牌可能在圣婴达到最高峰之前就已经开始。81% 究竟代表什么？ NOAA 最新预测已经不再把焦点放在圣婴会不会持续，真正的问题是它会强到什么程度。根据2026年7月的官方展望，圣婴有 97% 的几率延续到2027年北半球初春，而在2026年10月至12月，它有 81% 的几率进入非常降等级。这个等级通常意味着尼诺 3.4 区的3个月平均海温巨平可能达到或超过正2摄氏度。如果成真，这次事件将有机会进入1950年以来最强圣婴的行列，与1982至83年、1997至98年以及2015至16年的重大事件放在一起比较。 NOAA 并不是唯一看到这个讯号的机构。 IRA 在7月中旬公布的国际模式集合中，26个模式有23个预测圣婴将在2026年10月至12月跨过非常降门槛，26个模式中的23个指向相近方向，这种一致程度确实罕见。也正因如此，超级圣婴开始出现在越来越多新闻标题上。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细节，超级圣婴不是 NOAA 或英国气象局采用的正式科学分类，它只是一个媒体化的描述，用来表示事件可能异常强大，而可能正是目前最不能省略的2个字。模式高度一致并不代表结果已经注定，不同气候模式可能同时捕捉到相同的强烈海洋讯号，也可能同时高估暖水能够维持多久。只要赤道太平洋的风向突然改变，新的冷水上涌重新增强，或下一波海洋扰动削弱暖水东移，圣婴就可能失去部分动能，最后的强度仍可能低于目前最极端的预测。这也是 NOAA 使用可能跻身最大事件之列，而没有宣布史上最强的原因。科学预测不是判决书，它是一张不断更新的风险地图。2条道路只差几个月，虽然不确定性仍然存在，一些预测的确已经走得更远。英国气象局表示，这次圣婴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事件之一。部分模式甚至预测，中东太平洋海温巨平可能明显超过正2摄氏度。但是，圣婴带来的最大温度影响未必会出现在2026年。原因在于，圣婴会把原本储存在海洋中的热量释放到大气，全球平均气温因此得到一股暂时性的推力。这股自然波动又叠加在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长期升温趋势之上，就像原本已经升高的海面再被推上一道浪。即使圣婴开始越过高峰，
释放到大气中的部分热量仍可能停留一段时间。英国气象局因此指出，这些残余热量可能增加2027年成为全球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机会。注意，是增加机会，不是已经确定。更长期的多模式预测显示，2026年至2030年间，有 86% 的几率至少有一年超越2024年，成为新的全球最热纪录。而2027年正是目前特别值得注意的候选年份。因此，接下来几个月，太平洋可能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第一条道路是信风或海洋扰动重新限制暖水扩张，圣婴仍然很强，仍会影响全球天气，但最终停留在历史上曾经见过的范围。第二条道路是地下暖水持续上升，海洋与大气的回馈继续加速。那么，今天的模式可能不是过度反应，而是在事件完全到来之前，提前看见了一个现代观测仪器从未完整测量过的极端情况。现在，这场连锁反应已经开始，太平洋不再只是一片局部变暖的海域，它正在削弱信风，移动热带雨带，改变大气压力，并把气候模式推向历史记录的边缘。但决定性的阶段仍在前方。接下来几个月，科学家会密切观察3个关键讯号：埋藏在海面下的热量还剩多少？信风会不会进一步减弱？海洋与大气的自我增强循环究竟会持续多久？如果太平洋开始失去动能，这将是一场强大、危险却仍然相对熟悉的圣婴。但如果隐藏热量继续释放，这场事件就可能踏入极少见的领域。海洋已经发出第一个讯号，天空也开始回应。现在，全世界等待的不再是连锁反应会不会开始，而是它究竟要走多远，又会在哪一个地方？首先让人们感受到它真正的力量。比如在中国，近年来遭极端气候袭击，频发洪水、冰雹和干旱，北方遭强降雨袭击，许多车被洪水冲走，村庄大面积淹水受灾。台风外围环流与暴雨导致北方多地山洪暴涨，鸡蛋大冰雹、高温旱涝随即切换，东北突发沙尘暴与极端气候常态化。台风影响辽宁东北地区降下历史罕见暴雨，中国中部省份如安徽多地遭遇强降雨，广西、广东地区迎来多日大暴雨，与多省启动防汛一级响应。